大家好，马上就到7月份了，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，很多朋友天热胃口都不是很好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道比较开胃的美食——腌黄瓜。在腌黄瓜的时候，很多朋友直接都是用盐来杀水，那样就错了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腌黄瓜的小窍门，只要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做，保证你腌出的黄瓜脆爽开胃又下饭，真的是特别的美味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些好吃的黄瓜，在选择黄瓜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像这种新鲜的，这样的黄瓜做出来才会更加的鲜嫩脆爽，口感也会更好。将准备好的黄瓜放入大一点的盆中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将黄瓜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，再将黄瓜一个一个的清洗一下，将黄瓜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清洗干净。黄瓜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来，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一遍，这样黄瓜就被清洗的非常干净了，给家人吃着也放心，同时黄瓜皮也不用去掉了。黄瓜洗净之后放到案板上，用刀切成圆圆的薄片，薄后尽量均匀一些，这样腌制出来味道比较一致，也更容易入味儿。里面的瓜瓤也不需要去掉，因为这个品种的黄瓜特别鲜嫩，水分充足，就算是里边的瓜瓤，口感吃起来也是特别的好。切好的黄瓜放入大一点的碗中，下面将黄瓜腌制一下，在里面加入1大勺白糖，再加入1大勺食盐，食盐和白糖的比例是1:1就行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在腌黄瓜的时候不要只加盐，往里面再加入一些白糖，这样腌出的黄瓜吃起来才会更加的清脆爽口。黄瓜搅拌均匀之后，放一旁腌制2到3个小时。这个时间准备几个青椒，去籽后切成小块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些大蒜，用刀切成薄片，爱吃大蒜的这里也可以多放一些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喜欢吃辣的再剪几个干辣椒段。下面熬个料汁，锅里倒入少许的食用油，再放入1把花椒，2个捏碎的八角，开小火炒出香味，将油炸一下，这样能使腌出的黄瓜吃起来更香。然后倒入1碗生抽，1碗酱油，半碗老陈醋，1勺食盐，少许的白糖提鲜。用铲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然后开大火烧开。水开之后再煮个3-4分钟，能闻到一股特别香的酱香味就可以了。关火放凉备用。这个时候我们的黄瓜也腌好了，看一下里面腌出来很多的水分，黄瓜像这样怎么折都折不断，非常的软，像这样就行了。然后往黄瓜里面倒入纯净水，这里切记不要用生水，那样黄瓜很容易变质。然后用手充分的抓洗干净，把黄瓜表面的盐分和糖分都清洗掉。黄瓜洗净之后，放到一个干净的纱布里，用力将里边的水分挤出来，一定要挤得干一些。挤好的黄瓜放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将切好的青辣椒、蒜片和辣椒段放进来，再将调好的料汁倒进来，最后加入1小瓶盖白酒。加入白酒不但能起到增香的作用，还可以使腌的黄瓜保存的时间更长。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
求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！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搅匀之后，放一旁腌制1到2个小时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用这种方法腌的黄瓜非常的简单又快速，不需要等很多天，腌1-2个小时就可以开吃了。这样做出的黄瓜酱香味浓郁，脆爽又好吃，下酒又下饭。天热的时候给家人来上这么一盘，真的是特别解馋，并且自己在家做的，干净卫生无添加，给家人吃也比较放心。如果说一次性吃不完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密封罐里，然后放冰箱冷藏保存起来。早上再搭配上小米粥，或者是配上一个包子，都非常的不错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现在正是玉米大量上市的季节，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煮玉米，但是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自己在家煮的玉米没有外边买的好吃呢？其实煮玉米也是有窍门的，多加这几样，保证你煮出的玉米软糯香甜，和外边卖的一样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将玉米的外皮剥一下，咱们在煮玉米的时候，不要把这个外皮全部剥掉，尽量保留一点薄叶，这样就能保存玉米独有的清香，留住玉米香甜的口感，煮出的玉米也会格外的软糯。如果说煮玉米的时候将叶子全部剥光了，这样煮出的玉米水分就会特别大，口感也会很差。所以说煮玉米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皮全部剥了。剥好的玉米将头尾切掉，头部这一部分呢容易生毛毛虫，所以说将头部去掉，这样就干净了，也更容易清洗。这里玉米须也可以保留一点，玉米须也被称为龙须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在夏天的时候用来煮水，也是一个解暑消肿的秘方。接下来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用勺子搅拌至食盐化开，然后将处理好的玉米放进来，将玉米浸泡10分钟。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并且食盐的渗透力也很强。如果玉米里边有脏东西或者小虫子的话，像这样浸泡10分钟，就能将里边的脏东西、小虫子给它泡出来。玉米泡好之后，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清洗一下，这样玉米就被清洗的非常干净了。接下来将处理好的玉米放入锅里，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玉米就可以。煮玉米的时候一定要用冷水煮，这样玉米随着水温的升高，玉米的香味就会慢慢的散发出来，煮出的玉米就会更加的鲜嫩又香甜。如果是用开水煮玉米的话，玉米内的淀粉就会瞬间凝固，这样煮出的玉米就会又老又硬，吃起来口感也不好。下面就是非常关键的步骤了，往里面加入几颗冰糖，加冰糖可以使玉米煮出来更加清甜好吃。再加入1勺食盐，加食盐可以使玉米的水分不被流失掉，这样玉米煮熟之后看起来就会非常的饱满，并且加食盐可以突出玉米的清甜，能最大程度的激发出玉米的甜味儿。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小苏打，加小苏打能使煮出的玉米更加的软糯，并且小苏打里边含有一种叫做尼克酸的营养成分，经过碱性溶液处理之后才能够释放出来，所以说加点小苏打可以使玉米吃起来更有营养，也更容易让人体吸收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大火将玉米煮开。玉米煮开之后再转中火煮上8分钟。煮玉米的时间不要太长，如果时间太长的话，玉米的营养水分就会流失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一股浓浓的玉米香味扑鼻而来。现在就可以将玉米取出来了。玉米煮熟以后不要放在锅里继续浸泡，那样玉米的口感就会受到影响。将玉米包好以后放入盘桌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用这个方法煮出的玉米色泽光亮，香甜软糯，咬上一口
真的是营养又好吃。以后买回来的玉米不要直接煮了，按照我这个方法来煮玉米，保证大家煮出来和外边买的一样好吃，真的是太香了。每次2个都不够吃的，大人孩子都特别爱吃。如果说玉米一次性煮的比较多，吃不完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保鲜膜将玉米包裹起来，用手排出里边的空气，这样就能使玉米处于一个密封的状态，就可以防止玉米水分流失。我们下一次吃的时候，直接蒸一下就可以吃了。这样保存下来的玉米水分一点都不会流失，口感和刚煮出来的一样好吃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煮玉米和保存玉米的小技巧，你学会了吗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